随着美国涉台动作接连不断，G7峰会上拉着其他G7成员国联合对台海发声，再次给岛内传递错误信息，甚至还签订诸多武器售卖协议，挑起岛内以武拒统之心。中国却一忍再忍，每次都是以警告和小惩为主。而如今中国终于要动，两大消息直接令美国心惊，中国统一之势已成定局。其一，6月17号，岛内媒体再次报道，在继解放军28架各种类型战机进入台海相关空域进行演练之后，解放军再次有了大动作，7架战机在每隔2天的情况下，再次在台海空域进行演训。别看这7架战机数量上并不明显，就比如这次7架战机中有4架是歼7战斗机，作为我国的老牌战斗机，这次还是歼7在有记录中第一次进入台西南空域进行巡航，也就是首次现身台西南。对此不得不说意义重大。虽然岛内有媒体瞎叫唤，说这是解放军先进战机无法持续扰台，所以需要派出老牌战机进行调节、战术替换。说实话，这还真是不知者不畏。先不说那些个2代机凭什么呢和解放军的3代机、4代机，就说歼7作为解放军畅销海外的一款经典战机，其战斗实力可不一般。而且也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是解放军在用歼7进行练兵，为了未来在某个时刻必须动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做准备，而歼7就是未来应对电子战做准备的。要知道，在之前解放军巡台过程中，可派出过不少电子战机。其二，18号上午，央视发出重磅消息，人民空军多支英雄部队正式列装国产最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并且同时入列的还有战斗机中的中坚力量歼16和歼10等多种多型战斗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列装歼20的部队来历更是引人注意。作为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飞行大队，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支部队的前身取得过击落敌机92架的辉煌战绩，还是首支参战、首次获胜的队伍，曾被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的荣誉称号。可以说，这支部队这次正式列装歼20意义非凡。这不仅是解放军对美台的严厉警告，警告美国不要再插手中国内政，不然必将面临解放军英雄部队的强力反击。因为中国从来不曾放弃使用武力捍卫国家主权，而歼20列装多支部队，同时也在向美台展示歼20已经拥有大量参战的实力，希望美国明白什么是适可而止。最后，歼7首次巡台，歼20列装英雄部队，这两大消息不仅引人注意，同时也令美国人心惊。因为美国如今在亚太的实力本就不足以取胜中国，如今解放军还直接全面战备，很有可能会主动出击，并且在关键时刻给予美国致命一击。自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就导致了阿富汗多地接连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严重威胁到了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与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最近，塔利班在全境发动攻势，开始进行全面武装夺权，阿富汗的局势恐怕真的要大乱了。据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称，自美国撤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就夺取了大量地盘，其中包括阿富汗地区40个区和多个政府军据点。而且有消息人士透露，从上周五到现在，塔利班又至少占领了阿富汗6个地区，并且在6月18号，阿富汗国防部也证实了政府军已经从几个地区撤离，同时还对政府军向塔利班投降的假新闻进行辟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美国撤军的问题上，塔利班是非常不满意的，因此连续不断的爆炸袭击事件也展现出了塔利班的态度。虽然美军已经宣布撤离，但还是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这是塔利班为何要持续发动攻击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美军如果不从阿富汗全部撤离，那么塔利班将一直攻击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做出相应的动作。据央视新闻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近日同时发布了撤离提醒，他们呼吁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和相关机构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并尽快的利用国际商业航班或其他的交通方式撤离阿富汗地区。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同时发出撤离提醒，说明了阿富汗的局势真的非常严峻，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的不负责任。如果说这场争端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那真的是一点也没冤枉他们。在经历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现在又宣布撤离，留下一堆烂摊子，祸乱四邻。按照现在的局势发展下去，如果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美国辛苦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就会很快的被塔利班消灭。如此一来，美国兜兜转转多年，最后还是落得原地转圈的下场，这无疑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笑话。因此，有国际评论指出，美国现在真的在走下坡路了，国力已经明显衰落，经不起折腾。或许在塔利班开始全面武装夺权的那一刻起，拜登的牛皮也许就已经吹爆了。连阿富汗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还谈什么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同时，从美军撤离阿富汗带来的连锁反应，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存在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所以在未来，反对美国的声音和阻力也将会越来越大。
就在前几天，备受关注的普拜会终于落下了帷幕。正当外界认为美俄领导人经过会晤之后，两国的关系会趋于缓和与稳定之时，没想到美国又突然翻脸，对外宣称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据观察者网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前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美国已经联合欧盟等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也让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现在拜登政府正计划就此事对俄罗斯实施另一套制裁措施。另外，沙利文还强调了，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那就是如果俄罗斯还从事对美国不利的有害活动，那美国肯定不会手下留情，并且会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措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沙利文的态度十分强硬，但是并未透露美国将会在什么时候对俄罗斯下手，而且关于制裁的相关细节他也没有提起，只是声称会在美国制定相应计划，以确保找到正确目标之后就会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只有是想通过翻旧账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来找回普拜会上所丢失的面子。我们都知道，此次的美俄会谈虽然表面上是美国为了改善俄美关系而进行的领导人会晤，但实际上挑拨中俄关系才是拜登的主要目的。从最终结果来看，普拜会显然是谈崩了，美国拉拢俄罗斯不成，反而还因拜登接连闹出的笑话，让美国在国际场合丢了面子。所以在此背景下，美国只能故作强硬的再度制裁俄罗斯，来找补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而对于美国的这一做法，俄罗斯方面也是做出了回应。俄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美国想要通过制裁来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俄美峰会期望看到的结果。同时，俄罗斯专家基莫费耶夫表示，鉴于近年来中国反制裁工具的发展，俄罗斯完全可以学习中国的打法，也可以为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友好政策而制定本国反制裁方案。如此一来，在面对西方制裁时，就能做到有法可依，并能主动地对其实施反击措施了。拜登的上台让原本对美国产生消极态度的国家再次燃起希望，尤其是这位被称之为战争狂魔的美国总统上任第一时间就对外高喊美国回来了，同时还释放了强烈的反华信号，让美国身后的跟班一时间为了重新登上美国的战车不惜与中国作对。在此背景下，无论是近期展开的美俄领导人会晤，还是前不久的北约峰会以及 G7 峰会所掀起的舆论，都一步步将拜登的野心推向了悬崖的边缘。原本这并不影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英国在内的美国跟班，但近日却接连有消息传出，打乱了这些国家想跟随美国叫板中国的计划。几乎是一夜之间，拜登野心遭到彻底的破灭。G7 峰会是英国主导，本想着帮助拜登试图将 G7 成员国都变成一个反华联盟，但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却与美国正面争论对华的立场，表示不愿意形成对抗关系。就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以及发展等多个问题上，世界多个国家需要与中国共同努力，强调现在的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需要坦诚和尊重。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在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世界多国就没有办法在相关领域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与澳大利亚一样的还有日本，菅义伟前不久在国家社会上也继续散播各种言论，不难看出是在走澳大利亚的老路。不过跟着美国针对中国，下场只会比澳大利亚更惨。或许是意识到了算盘打错了，莫里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避免和中国发生冷战。此外，菅义伟在 G7 峰会结束后也直言，日本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强调日本不会构筑反华包围网，就连印度都开始叛变了。日前，菅义伟听美国的话，硬是要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又出了岔子。日本要求印度这样的一类国家入境后必须做核酸，结果双方吵翻了天。日本奥委会直言，日本这是典型的歧视。菅义伟本想试图说服莫迪跟他一起替美国办事儿，现在出了这档事儿，想继续推进日印合作就难了。不过话说回来，莫迪国内的危机早就令印度没有多余精力跟随美国的步伐了。总的来说，美国拉帮结派，试图搞小圈子对付中国。就现在看来，不仅在欧盟方面不得人心，在印太地区也人心不齐。拜登想玩围堵中国那套，从实际情况来看，野心早就破灭了。这么看来，中国什么都没干，就又一次不战而胜了。